种下了自由的种子，让它改变每一寸土地，带走了故乡的尘土，扬洒在我每一寸脚印。前路漫长，却不离不弃。风沙吹我脸颊，越痛越向前而去。就让岁月抚平这痕迹，任水送走这别离，待我归来时再拥抱你。时光吹着赤脚的孩子，奔跑迎接着风雨，待我归来时花开满这天地。都快点啊，利索点。好，是。怎么样？教你些东西都记住了吗？记住了。叫什么名字啊？报告王参谋，我叫严志远，曾经在战时干部训练第4团受过训练。你是哪儿的人啊？我是湖南人。你说话怎么跟个绵羊似的啊？一点儿也不像个共产党，更不像个共产党的营长。共产党的营长应该是么这样子的。首先啊，你说话语气要强硬一些啊。你的名字、职务，怎么我问什么你说什么？我跟你说啊，你说话要用共产党的语气啊！你要称总裁是蒋介石，你要骂蒋介石是卖国贼，你要骂咱们国民党是瓜民党，知道吗？来，骂一个我听听。我不敢。哎呦，骂！我不敢。王参谋，记者已经就位了。我跟你说啊，你就放心大胆的演啊，演好了我给你升官。你说你是感念国民政府的正义投诚过来的，那你讲讲你投诚的经过吧。记者同志，我是共产党鼹鼠军分区的一个营长，之前是我跟错了人，走错了路。以前我认为蒋介石就是卖国贼，国民党就是瓜民党。后来正是因为胡长官颁布的告陕北民众书，让我们受到感召，深信蒋总裁和国民党才是正义的一方，所以专程从绥德南下投诚。以后呀，我们跟着。不好意思啊，你不是说你是共产党鼹鼠军分区的吗？怎么突然成了从绥德过来的？记者同志，打扰一下，我是跟赵营长一起过来的。赵营长之前的确是在鼹鼠军分区，后来就到了我们绥德。一开始我们是驻防在九镇观，后来又换防到了义和。赵营长，那我再多问一下，你是什么时候当上共产党的营长的？具体，具体哪一年，我还真不记得了，好像是民国2，顶，出来！又出来也没跑喽！啊！哎呀，你看，就差一步，彭总，哎，
你这又赢了。哎呀，什么叫又赢了？彭总啊您这盘棋赢得光荣，我都给您记着呢，就毁了5步。胡说八道！我毁那么多棋吗？就是胡说。彭总啥时候悔过棋啊？彭总那叫深思熟虑啊，就是你这是挖苦我了。这，确实深思熟虑。来，主席，自从撤离延安算起，半个多月了，我们已经转战了11个村子。关于中央是留在陕北还是东渡黄河，咱们也讨论了很多次了。为了安全起见，我的意见是，您最好是东渡黄河，转移到晋西北。我和少奇的意思是一样，安全是首要的。是啊，主席，到晋西北和太行去，在那里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。哎，这并非是我个人的意见。这段时间，各地区的领导同志都发来电报，请我们重视这个问题。咬定青山不放松，任尔东西南北风啊！我还是一句话，不能走啊！最好党中央也不要走啊！目前，我们的主要敌人是胡宗南，我们一走就正中敌人的下怀，蒋介石就会把胡宗南投入其他战场，其他战场的压力就大了。我们留在陕北，拖住胡宗南，其他地方就可以轻松啊。华北、华东战场就可以啊，好好的打几个胜仗啊。主席，现在是特殊关键时刻，要以大局为重。什么是大局？党中央这棵大树扎在陕北，就是大局。陕北沟壑纵横，胡宗南的现代化武器在陕甘高原上施展不开，没有什么大用处啊。而我们的西北野战军可以机动灵活地寻找战机，各个击破敌人。清华边一战的胜利就是最好的证明。另外，边区的群众基础好，我们在西北的情报工作做得也好啊，一直可以掌握着胡宗南部队的动向。我们要牵着他的牛鼻子，在陕甘高原上打圈圈，先把他脱皮，再把他拖垮呀。在关键的时候，我们必须用事实向全党、全国、全世界表明啊，我们党中央的战斗位置就在陕北。我分工负责军事，我首先要留下来。主席，一句话，不打败胡宗南，我毛泽东绝不过黄河。既然主席坚持留在陕北，我看这样吧，我们调些兵力来陕北。西北野战兵团的兵力有限，加上中央纵队也就3万人左右，可胡宗南的部队20多万，太悬殊了，不能再调动部队了。边区巴掌大的地方，群众已经负担不起了。1947年3月29日，毛泽东在清涧县枣林子沟
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。会议决定，毛泽东、周恩来、任弼时率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留在陕北主持中央工作，由刘少奇、朱德、董必武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，前往晋西北进行中央委托之工作。同志们，中央急电，毛主席决定留在陕北不走了。毛主席认为呢，目前我们的主要敌人是胡宗南。下面呢，我们要做的就是跟敌人周旋于陕北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是要尽快寻找到新的战机，再打一仗。转移敌人的注意力，要确保毛主席还有党中央的安全。任师长，这么大阵仗的行军，在黄土高原上是第一次。共军在清华边占了便宜，我真想早点找到共军的主力啊！阵仗是够大的，军长，你看看四面这一眼望不到边的黄土高原，一个人影都没有。一会说共军在东边，一会说在西边。人究竟藏在哪里都没搞清楚，就这么漫无目的的在高原上瞎转。我看，分明是国防部那帮家伙出的昏招。是不是国防部的主意，可不好说。但是命令是胡长官下的，裴昌会曾试图说服胡长官，但胡长官把他训了一通。咱们还是别东想西想了，早点找到共军的主力才是啊！说不定啊。毛泽东、彭德怀这些人就躲在那座山头的后面。报告，胡长官来电。前方发现敌军大部队逃窜踪迹，敌军主力出现在西北方向。刚说共军从东南方向转东北向，怎么又往西北方向走了？到底有没有准头啊？海内昆仑之墟在西北，地之夏都。昆仑之墟方800里，高万仞。《山海经》里的昆仑之山就在西北啊，我们的部队就叫昆仑纵队吧。司令和政委啊，就毕石同志担任。司令员还是让恩来同志来担任吧。我可以当政治委员。我和主席已经商量了，我协助主席统揽全局，这支队伍由你来带。好啊，我们的部队既然有了代号，就应该做好保密工作。大家就应该化名，你们也都想一想啊，分别给自己想好一个化名啊。让我当这个司令员，那就陆定一同志当政委。为了便于战士们好区分，我呢就叫史林，陆定一同志呢就叫政委。用陕西话一念，其实就是司令、政委
好，好，来，我呀就叫李德胜。我也想好了，我就叫胡必成。主席带领我们打胜仗，还有什么事业不能成功的呢？彭总，钟勋，怎么样？敌人最近有什么动向？虽然被我们前后左右调动了几天，但是几路大军还是齐头并进，衔接得很好，下不去嘴。看看吧，中央军委发来的，说敌人的135旅啊，可能要往南有大动作。向南？这个时候135旅向南调动，这是要跟他们的29军去会合吗？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是很容易形成南北夹击我军主力啊。彭总，不能放过这个机会，要在他们会合之前，想办法把这个135旅给它吃掉。你分析的很有道理。你觉得135旅如果南调的话，最有可能走的是哪条路？我判断，他们最有可能走的就是养马河。钟勋，咱们想到一块儿去了。养马河呀，这个地形很不错呀。我琢磨着，我们是不是应该在这个地方好好的再打一仗？是。谈谈我的想法。我是准备呢，让358旅在夏家沟、白家坪、李家岔这一带积极防御，把敌人整编的第1军呢，给他牢牢的向西北吸引，让王尚荣的独1旅还有警骑团在园子沟还有云山寺这一带阻击敌人整编的第29军，就让王震的第2纵还有新4旅、教导旅在养马河这个大道的两边埋伏，随时准备出击歼灭敌人。彭总啊，你这个方案太好了，尤其是让王胡子去打主力，肯定高兴坏了。上次在青化边没打上主力，那可是满肚子的牢骚。好，这回我让这家伙啊，把他的2纵都压上，打我让他打痛快喽。好。报告李座，前方发现空军部队，多少人？人数不详，另外还发现这些遗弃物。中共首脑机关部队，命令405团全速追击。李座，恐怕有诈，千万不要上了共军的当啊！李座，如果能抓住毛泽东，那您一定是位居首功啊！李座，一定要冷静啊，穷寇莫追啊！我想这一仗，也许能让我们彻底结束这次战斗。传我命令，全体部队放弃所有辎重，全速前进。是。放弃辎重，全速前进！快！是。放弃辎重，全速前进！快！放弃辎重，全速前进！同志们上，敌人来了！
训练各部，准备战斗。是。1947年4月14日，西北野战兵团在子长县养马河地区歼敌4700余人，俘敌少将代旅长麦宗宇，首创在西北战场全歼敌一个整旅的范例。呀，美人呐，有空刮胡子了啊？仗打完了呢，还不刮胡子？哎呀，要说这仗啊，打的是真漂亮。敌人一进了养马河以北，就让咱给围住了。听说啊，这胡宗南的主力部队离他们好像不到50里，也只能眼睁睁看着给包饺子。这仗能打赢啊，首功得算是王尚荣的。要不是他拖住胡宗南的增援部队，这135旅还真不好啃。谁说不是呢？哎，要说起来，这135旅啊，打仗确实是个硬茬子。啊，你说他能坚持6个小时，这也不容易啊。麦宗宇被俘虏的时候，身边可没几个人了，也不容易。也算个人物。倒真想会会这个光杆旅长啊。报告。进来！国民党反动头顶的旅长麦宗义，我给带过来了。进来。说曹操，曹操到啊！在下麦宗宇，我是王震。这是我们政治部主任。你好，向2位长官谢罪。先不忙着谢罪，先吃饭。九妹，开饭。开饭喽！哟，去拿点辣子来。是。哎，给麦旅长炖碗面，快去。是。来。你咋不吃啊？赶紧吃，一会儿面坨了不好吃了。我给你来点辣子。不用，谢谢。快吃。
麦队长，这顿饭吃得踏实吗？踏实。咱们是不打不相识啊。王将军啊，从去年的7、8月间，我们一路追着你们，从豫南到了陕南，多有得罪。啥得罪不得罪的，我还得感谢你们呢。啊，王将军，此话何意啊？你们当时提的口号是“消灭359旅，活捉匪首王震”，是吧？那我得感谢你们，没想要我王震的脑袋，只想活捉我吗？啊，是不是？我们那就是放放空炮而已，哪里追得上你们？麦旅长是广东人吧？听说是黄埔4期的。是，我和林彪、刘志丹都是同学。可是你却走上了一条反共、反人民的路。军人以执行命令为天职。不过刚才看你吃面的架势，心够大的啊！王将军，我这个人打仗的时候就认认真真的打仗，既然仗打完了，我就想认认真真的吃饭。好，以后咱就一锅里吃饭了，但可不是天天有面条啊！王司令，这是床新被子，乱货，你和政委2个人盖，不要给他盖。叔啊，这炕够热了，咱别烧了吧？啊！哎呀，政委，你是不知道，在这后半夜更冷。叔，时间不早了，你早点休息。来睡觉，2床被子，我和老王盖一床，你自己盖这床被子啊，睡觉。我说这边啊，好。几个小时前我们还在战场上厮杀，现在我们就在一个桌子上吃饭，一个炕上睡觉。我真的没想到。到了陕北才知道，老百姓完全不站在我们这一边。我们在瓦窑堡县城里根本找不到什么人，更找不到吃的，就连问路，老百姓都不爱搭理。老百姓是向着你们的。我们当年北伐的时候，老百姓也像今天对待你们一样，夹道欢迎，单矢护将。那一幕，打了1天仗，你不累呀？明天聊啊，睡吧。你听听，我们2王的呼噜是出了名的，能把窗户纸震破了。你要睡不着，就找2条棉花塞耳朵眼里啊。睡吧。
长官，委座来电，发现共军主力正在向绥德方向集结，准备东渡黄河，命令我部迅速沿咸鱼公路北进，还命榆林邓宝山部第22军南下策应，南北夹击，一举将共军歼灭于嘉县、五堡地区，或逼其东渡黄河。消息准确吗？今天上午，我们的侦察人员也侦察到，在绥德米脂以东的黄河渡口，船只集中，并有共军多路小分队向黄河岸边移动。看来情报是准确的。好，就按校长的部署，命令刘戡、董昭兵分两路，秘密向绥德、米脂推进，围歼共军的主力。胡长官，如此调动部署的话，我军的主力全部压到绥德、榆林一线，这样延安北部的安塞还有延川一线就显得兵力空虚了。你说的有道理。盘龙啊，是我军的前线补给基地。这样，派一个旅过去，加强戒备，以防共军偷袭。我建议留下整编167旅，加强盘龙的守备。好，命令西安的第7补给区增强对盘龙的补给，以确保我军北上部队的物资补给。是。彭总，看给您带什么来了？12000袋面粉，3个军1个基数的弹药，4万套夏装运往盘龙。乖乖，这可太详细了，从哪儿搞来的？咱们秘密战线的同志们搞到的。哎呀，通过这份物资补给报表，我们就基本可以掌握胡宗南主力部队的调动情况。是啊，几位，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，想听吗？现在胡宗南误以为我军的主力呢会从绥德还有米脂一带东渡黄河，那我们何不将计就计？那就把他的主力部队向北吸引，调得越远越好。当盘龙成为一座孤城的时候，我们就下手把它吃掉。同意。我们最近经过这几次打仗，最难的就是物资补给。如果仅仅只是依靠老百姓，这个担子和压力都太大了。青化边河、养马河，那是敌人往我们的口袋里钻。如果现在打盘龙的话，不容易啊！您看，盘龙守军167旅，可是胡宗南手下的4大金刚之一，装备精良，战斗力强，再加上当地的反动武装，总兵力近7000人。这个是场攻坚战，我们不能轻敌啊！这样，起草一个作战报告，报请中央批准。还有，指挥部向新庄转移。是。敌现在已相当疲劳，上尉十分疲劳，余粮已相当困难，上尉极端困难。目前，敌之方针是不顾疲劳粮缺，将我军主力赶到黄河以东，然后封锁绥德、米脂，分兵清剿。我之作战方针是继续过去的方法，
同敌人在现有的地区再周旋一段时间，目的使敌达到十分疲劳和十分缺粮之程度。报告，王志前来请战。一来就嚷嚷，快坐下吧，就等你了。哎呀，王胡子，你终于来了啊！这人就到齐了，那我们接下来就开会。这次把大家呢叫来开一个联席会呢，一就是要传达毛主席和中央军委的指示；第二，对我们接下来的这个战斗做一个动员和部署。钟勋，来吧，你先给大家讲讲。好，同志们，主席啊来电已经非常明确的给我们部署好了战术。这个战术呢，就叫蘑菇战术。说白了，就是让我们趁敌人现在相当疲惫、粮草短缺的情况下，依靠当地的人民群众，拖垮、磨垮敌人，让敌人啊就像是蛮牛入泥坑。有进使不出。对，敌人呢，135旅被我们歼灭之后啊，胡宗南现在显然是已经坐不住了。我们争取啊，在盘龙再歼灭他1到2个旅，把他死死的拖住，支援全国战场。彭总，打盘龙我主动请战，杨马河没打痛快啊。王胡子。这次一定给你安排一个最合适你的任务。什么任务？我说，当然，我说，再当一次飞毛腿。哎，你看，你不要小看这个任务，你听我讲，吸引刘康和董钊继续北上，为我们部队啊拿下盘龙争取时间。王胡子，记住，既要打得狠。又要跑得快，要像膏药一样啊，把敌人粘住，且战且退，节节抗击，要打出这王胡子的风格。彭总啊，让我再当飞毛腿可以，我得提个要求。怎么就你事儿多呢？这飞毛腿光脚怎么飞啊？你得给我们部队战士每人发双新鞋吧。去年我从玉溪跑到陕南。很多战士的鞋都开天窗了，有的鞋跑丢了，打赤脚，太苦了。这个问题啊，你就得找我们这里面最称职的粮草官了。钟勋，看看能不能满足他的要求。钟勋，彭总，没问题，这件事情包在我身上，咱绝不能让战士们光脚去打仗。钟勋，咱们现在这么富了。你先把账记上，等打下了盘龙，一人发2双。不，钟勋，你又给我画大饼，你啊！为了咱们这些战士能穿上新鞋，换上新衣服，这盘龙啊，说什么也要拿下来。如果说上次清化边、养马河，这是我们吃了敌人的2块肥肉，那么这次这个盘龙，我们一定要做好呢。啃硬骨头的准备。来吧，我下边宣布一下我们的作战部署：以第2纵队第359旅1部、第3纵队联合地方部队，伪装成呢我们西北野战兵团的全部，要诱惑敌人。把他诱惑到哪儿呢？把他的主力部队呀，诱惑到绥德。同时，我们要派出一支南进支队，到达延安以南，来破坏他们的交通运输，切断敌人向北运粮。我们的主力部队就隐蔽在瓦窑堡到清涧，等到敌军的主力呢到达绥德以后，我们立即发起对盘龙的进攻。
到那个时候，同志们，敌人这个主力就是想回来救援，至少他也得6到7天的时间。这样我们就有足够的时间和绝对的把握，把敌人这个重要的补给基地拿下来。看看谁还有什么补充？周旋，这个血还是行。毛胡子，我要开小会，大声说出来。还是鞋，没鞋我这飞毛腿我飞不起来呀。兵马未动，粮草先行。盘龙存放的物资是我军攻打绥德的保障，一定要守好。是，抓紧去占工事。旅长，现在缺木头啊，附近的老百姓赤化严重，拿钱都买不到木料。买不到就给我抢，门板、房梁、棺材板，能抢的都给我抢来。是。另外，村里的人能抓的都抓来。修筑工事需要人手啊。路边的小花在摇曳，摸一把泥土的温暖。当清风拂过我的脸，我回望的时候看见你。冬日走进了山，雪花划破眉间，留不下脚印和你的同伴。荒漠扬起的沙，狂风刺进双眼，却从未迷失的你的视线。你一定是看见未来我的笑脸，所以你燃烧自己，升起了炊烟，守着我的家园，抚慰每片屋檐，把眷恋化成了期盼。今夜我们的梦一定可以重叠，就像日出与大地的相见。每当清风拂面，你一定能看见每一个回望的笑脸。每